上一期咱们盘点了一下乌克兰1月份获得的援助装备，随着这些装备到来的呢，就是这些关于坦克后勤的问题。毕竟面对如此多种类的坦克和装甲车，一直使用苏制武器的乌克兰似乎并没有能力对其进行维修，并且随着俄罗斯的轰炸加剧，导致乌克兰境内不少铁路和电力中断，这些武器又将如何顺利地交付到乌军手里呢？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乌克兰的后勤。现代战争的后勤除了是指士兵的粮食之外呢，还有大量的其他消耗，从载具燃料到武器弹药，从易损小型零件到整个需要更换的坦克发动机，现代士兵的消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根据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的物资，平均每个士兵每天需要消耗500多公斤的物资，并且对于乌克兰而言，各国援助种类繁多的武器也必将给后勤带来严重的负担。二战中，德国的各种军需品的种类高达4万多种。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希特勒调集了562名专家和技术人员，专门制定后勤计划。仅海军方面的后勤计划就长达700多页，因此如何保障前线的乌军后勤就成了春季攻势的重中之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军事物流。这场俄乌战争呢，也是一场军事物流的较量。随着北约先进坦克的到来，必定会给乌军的后勤体系带来很大压力。毕竟在战争初期，俄军呢已经给出了教科书般的反面例证，而且随着如今俄轰炸机的轰炸，乌克兰又将如何获得这些援助的坦克呢？将这些先进坦克从欧洲转移到乌克兰战区的过程中，又涉及到哪些步骤呢？在这里啊，咱们先要了解一下美国对乌的后勤保障计划。各位都知道，自从俄乌开战以来呢，北约各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援助，这些武器大都是从欧洲各基地的自有库存中拿出，送往乌克兰，其中交付速度可以说是整个援乌军事物流的重要性能指标，并且这些武器的和装备还需要在迅速移动的同时，防止俄罗斯情报机构识别或者预测潜在的路线。如果不能保证行动安全，俄罗斯就可能会发动袭击，破坏这些物资的运输，或者阻止他们到达前线。那么什么样的路线才是最安全的呢？当然是与乌克兰领土接壤的邻国。这些军事物资将通过空运、卡车或者铁路运输到达乌克兰西部或者西南部，这里是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北约领土，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并且防止俄罗斯预测到物资的目的地。用军事术语来说呢，这些地区可以被称为集结区。一旦做出集结的决定，北约就会制定计划，以协调向乌克兰军方转移物资。在这阶段呢，铁路运输是最关键的地方。毕竟在这场战争中，俄乌双方的空中运输能力都非常拉胯，一般呢只能运输少量人员和轻武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铁路运输才是俄乌战争中最重要的后勤运输方式，在这方面乌克兰还是很发达的。在战前呢，乌克兰货运量在欧亚大陆是仅次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位列第4。不过呢，列车装卸远比卡车复杂，因此需要列车站点作为军用物资的集散点。在列车站点附近呢，往往会有容易受到攻击的军火库，并且一般来说呢，列车是无法将军事物资直接运抵前线的，除非枢纽城市本身就是前线。讲到这里啊，我想各位都发现了，乌克兰那些铁路枢纽城市往往都是最重要的战略核心城市，对于进攻方而言，只要将其纳入一般炮兵射程，就可以降低敌军一大片区域的后勤补给能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铁路枢纽城市一旦失守，防守方就会大规模撤退，而那些没有铁路的城市呢，还需要卡车运输完成最后1公里，因此从铁路站点到前线的高级公路就成了后勤运输的生命线。因此乌克兰对于运输安全的要求就急剧增加，使运输变得更加复杂。为了安全起见，这些武器和装备可能需要分解成更小的货物，并且由多个车队运输，这是乌克兰降低俄罗斯破坏攻击风险的首要方法之一。例如此前波兰向乌援助的米格战机就是使用拆分零件的方法安全运往乌克兰的，并且乌克兰也可以派出士兵，并通过部署地对空导弹来防止俄军的空袭和地面攻击，最终安全地送往俄乌前线。但像豹2坦克这种装备呢，并不是到了前线就能随便用了，
它还要面临油料补给的问题。在现代战争中，燃料无疑是军队的血液，没有油料，再强大的装甲部队也不过是一堆铁疙瘩。在谈论这些呢北约坦克之前，咱们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乌克兰的装甲部队编制。乌军的装甲部队分有坦克旅、机械化旅、摩步旅以及空中突击旅之分，其中呢每个坦克旅下属有3个坦克营和1个独立坦克营，而机械化旅呢只有1个坦克营，摩步和空突则为1个坦克连。每个坦克营当中呢有3个坦克连，而每个坦克连当中则包含3到4个坦克排。乌军的坦克排和俄军不一样，为4车排，也就是有4辆坦克。由于苏式装备都采用自动装弹机，所以车组成员只有车长、驾驶员和炮手这3人，单个坦克排为12名成员。与俄军采用的3车排相比呢，4车排承受损失的能力更强，但是后勤压力也会更大。对此，乌克兰的配置呢是为每个营级部队安排1个后勤保障连。到了旅1级编制呢，乌军坦克旅的内容就丰富许多了，可以根据战术需求进行调整。大体上呢说，除去3个坦克营共120辆坦克，旅部还会下属机械化步兵营、旅属火炮营、防空导弹营、侦察连、狙击手连、工程连、技术保障营、物资保障营、电子战连、雷达连、通信连、防化连、医疗站、宪兵排等编制。这种编制呢和俄罗斯也十分相似，但是俄军也用实战表明，这点人数呢并不足以撑起装甲部队的后勤。因此在这里，大兵的建议乌克兰可以寻求美军的后勤帮助。作为全世界上唯一需要全球部署的武装力量，美军自从冷战时代开始就建立了一套完善成熟的后勤供应体系，其后勤大动脉的毛细血管可以深入到地球的任何角落，从五角大楼的办公桌到一线士兵的背囊，都被一张后勤网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通过各级司令部、后勤设施和物流系统有效地运转起来，充分保障美军在世界范围内的作战行动。乌克兰也可以根据战区的不同设置独立的后勤指挥部，并且为后勤指挥部安排后勤旅和工程师团队等单位，其中后勤旅是一个灵活的编制，师级后勤旅可以由后勤指挥部指挥，但是也隶属于师部的作战部队，这是因为后勤工作需要超越师级单位的同步协调能力。而后勤旅下辖的燃油支援营则可以负责运营燃料支援网络，每个营至少有1个由中型卡车组成的车队负责分散运输。在理想情况下，师级或者更高级别的燃料供应点将处理后方区域的燃油补给，而旅级及以下的后勤单位能够在更接近战场的地方提供战术加油。这其中呢，装甲旅的履带式车辆无疑是最耗油的，预计1个装甲旅在战斗中每天最多可以消耗37万升燃料，而步兵旅呢每天需要 9.8 万升，这都是乌克兰所需要考虑的。另外还有一个典型的北约问题，就是每个国家援助的都是不同的装备，比如法国的凯撒和美国的 M777 显然是2种操作模式。挑战者2的线膛炮和豹2滑膛炮不同，两者还需要使用不同的弹药。现在乌克兰想要在这些不同的系统上对士兵进行培训，也是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的。至于这些武器的维修，反而不必太过担心。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距离乌克兰边境不远处一个波兰的军事基地里，有一群美国士兵和翻译员在那里工作，他们通过安全的聊天室在 iPad 上回答乌军士兵关于各种武器的维修问题。每个主要武器系统都有14个聊天，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战时远程服务网络。例如，乌军可以发送因反复射击而磨损炮管的照片，或者需要维修的武器视频，而另一边的维修专家则可以向乌军发送维修草图，展示他们如何去修理这件装备，并且为乌军准备可以替换的零件。比如大名鼎鼎的海马斯火箭炮，在战场上受损后呢，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修复。而通过聊天，北约维修人员也可以了解到自家武器究竟可以承受多大的磨损，这些信息被反馈给国防武器制造商，在某些情况下呢，这可以确定哪些零件的生产速度更快。据了解，在这一系列的聊天当中，维护海马斯和榴弹炮的请求是最优先考虑的。维修专家通常会在几分钟后就给出回复，如果需要更换零件，通常在收到消息后的24小时之内就会有飞机运往距离乌克兰最近的机场。但即使这样呢，还有很多零件供应是无法满足需求的。因此在后来，乌克兰也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系统。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雷兹尼科夫表示，这场战争呢需要快速和非标准的解决方案。
它为确保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永久维护和战备状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据他介绍，现在的乌克兰已经开始对北约军备进行复杂的维修，并且掌握了大约10%的必要备件的生产，这对日后乌克兰的军事发展有很大好处。而如今，除了波兰，斯洛伐克又成为了一个军援乌克兰的主要基地。这个基地就有德国著名的军工企业克劳斯马菲韦格曼正在该基地工作，他们负责维修在乌克兰受损的德制大型装备，比如 PZH-2000自行榴弹炮。这种德制重型自行榴弹炮性能极为先进，但是在设计时呢，并未考虑到高强度使用的问题。乌克兰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乌军使用的 PZH-2000有大约一半损坏，需要修理。这些军事基地也都可以成为后来豹2 M1 的维修点。而另一边的美军也通过这次俄乌战争吸取了不少关于后勤的经验，比如维持和养护老旧武器系统具有战略必要性。美国国防后勤局负责人诺布尔表示，如果你的武器系统需要一个小部件，但是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采购过这种小部件，或者有很多年都没有操作过这种系统，那么可能很难找到供应源头或者这些资产。例如此前援助乌克兰的毒刺防空导弹就因为不再生产相关零件而导致生产速度延缓。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则从这次俄乌战争中看出了美军太平洋战区的后勤问题。他表示，俄罗斯人在本国边境采取行动都会面对如此巨大的后勤挑战，美国未来如果想要在太平洋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也必然会面临同样的挑战。美国太平洋司令高级顾问表示，乌克兰的局势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作战后勤舰队、空中加油和重型运输机，我们根本无法在激烈的军事行动之前和作战期间，在战区周围按照要求维持和转移作战力量。因此，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提议在2027年前拨款10.2亿美元，用于改进太平洋战区的后勤维护和预先部署装备。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乌克兰后勤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